上一世契约灵兽之时，我选了臭水沟中一条濒临死亡的鲤鱼，万万没想到它竟是金背锦鲤，一旦越过龙门，便可化身金龙。我不顾生命危险，为它寻来奇珍异宝，只为助它幻化真龙。到了仪式当天，它一跃成为金龙，却引发海啸，灭了我整个宗门。我被卷入漩涡，无法脱身，绝望地伸手向他求救，他却满眼柔情地将师姐揽在怀中，并对师姐许下了誓言。再次睁眼，被海水包围的窒息感依旧紧紧笼罩我的全身。小师妹，你这是怎么了？要不要去一旁歇会儿？师兄见我脸色苍白，大口喘着气，满脸皆是担忧之色。我费力地回过神来，冲他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竟重生了。我又回到了契约灵兽的这一日。在我们御兽宗，修炼功法需灵兽辅助，且为了增进双方的默契，灵兽通常会与契约者结为道侣。上一世，师尊精心挑选了一些即将化形的灵兽供我们挑选，师姐毫不犹豫地选了实力最为强大的猛虎，而我却看到臭水沟中躺着一条满身脏污、濒临死亡的鲤鱼，我心生不忍，便选了它作为我的灵兽。师尊见此突然出声：“汉儿，这条鲤鱼毫无修为可言，你要是没有心仪的灵兽，师尊再为你寻一只便是。”可我那时满是信心。师尊，我有信心，不管选什么灵兽，我都能好好修行。后来我洗去鲤鱼身上的污浊，又用还魂丹治好它的伤，才发现它是金背锦鲤，体内藏着金龙血脉。可这辈子我没再犯傻，抱着青鸾高声对师尊说：“师尊，弟子要和青鸾结契。”众人的目光瞬间聚过来，看清青鸾后纷纷惊呼：“居然是青鸾这么强大的灵兽，师妹也太厉害了！”青鸾被我抱在怀里，没半点挣扎，只用蓝宝石般的眸子盯着我，眼底藏着一丝莫名的情绪。好好，师尊乐呵呵地摸着胡子，满也满意。为师都没发觉青鸾的存在，汉儿，你竟能感知到它，想来是有缘分。结契后可别懈怠，一定要好好修炼。看着师尊慈祥的笑，我眼眶突然发热。上辈子是我把宗门拖入险境，海啸来临时，师尊明明自身难保，却还想托举我脱困，可最后谁都没能幸免于难。这辈子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受伤害。汉儿，你为什么不选我？鲤鱼的声音又响起来，众人四处张望，才发现声音竟来自那条浑身是泥的鱼。小师弟指着他大喊：“不会是他在说话吧？这臭水沟里的东西配消遣我们小师妹，浑身是味，还想跟小师妹结契，简直是痴心妄想！小师妹可是我们宠大的，她哪里配？”弟子们的议论声里，鲤鱼在地上无力扑腾，暗淡的眼睛却带着希冀。汉儿，你快选我，我有金龙血脉，只要越了龙门就能成金龙，到时候我们结为道侣，永生永世不分开。我眼神一暗，他这话难道景战也重生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毕竟若是他没有前世的记忆，那我反击岂不是少了点滋味？他的话引起一阵议论。没搞错吧？这鲤鱼说自己有金龙血脉，还能越龙门变金龙，那不是传说故事吗？师尊快步上前，开始探查鲤鱼体内的血脉。良久，他抬眸看我，体内的确有金龙血脉，以后未必不能幻化成龙。苏汉，你要不要考虑它？我正欲开口拒绝，突然耳后一疼，我转头，原来是青鸾轻轻啄了我一口。他不满地看着我，眼中似有怒气。你这人既已主动选了我，还与我这般亲近，怎么心里还能想着别人？顿时我有些无奈。我这不正要开口回绝吗？看起来这么高冷金贵，怎么气性这么大？我一口回绝。师尊，弟子既然选择了青鸾，就认定了他不会再反悔。况且有金龙血脉又如何？不能越龙门，就只是个庸物。什么？汉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景战声音焦急，想朝我这跳过来，可他离水太久，又身受重伤，此时急火攻心，竟直接晕了过去。看着他凄惨的样子，我不由得冷笑。上辈子恨我恨到要用灵力让整个宗门陷入危机，这辈子为什么又来纠缠我？这是什么把戏？不应该直接投入他心爱的师姐怀里吗？师姐苏云此时冲上前，不顾脏污，一把将他抱在怀中。师尊，他这样太可怜了，弟子愿意和他结契，助他修行。他之前选定的猛虎发出阵阵不悦的低吼，可他们并未结契。师姐这样也不算违规。师尊有些犹豫。苏云，他虽有金龙血脉，可他这样的伤势不一定能化龙。师尊，苏云打断了他的劝阻。我知道你偏爱小师妹，想把好的灵兽都留给她，可我们都是你的弟子，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她能做到，我身为师姐，自然也能做到。师尊剩下的话终究没说出口，摆了摆手默许了。我看着他的行为，心中嗤笑。好啊，那我这辈子就看看，没有我废寝忘食的努力，就凭师姐那3天打鱼2天晒网的架势，
怎么让那鲤鱼化龙？等回到我的住所，我想松开青鸾，他却紧紧抓住我的衣摆。这是我的新衣裳，你是想扯破吗？我有些无语。青鸾眼中掠过一丝幽怨，松了爪子。刚刚那条鲤鱼，你是不是看上它了？明明选了我，怎么眼里还能看别人？你不会真指望它化龙吧？浑身是味的，要能化龙，那就是龙族的耻辱。看着他傲娇的样子，我内心竟突然前所未有的轻松。刚才我选了你，可还未能问过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愿意和我结契，日后结为道侣，现在就可离去，不要耽误我寻找其他灵兽。闻言，他有些战毛，又不轻不重的在我指尖啄了一下。你还想找谁结契？既然要了我，就得信守承诺，和我结契。我当然也是愿意的。那就签订灵魂契约吧。我取出一滴自己的心头血，示意他也将心头血逼出。上一世我太过天真，以为我救了景战，又助他修行，他定不会负我，便没有和他签订契约。当然，也是因为他不愿，说自己重伤未愈，取心头血会伤了根基。当时我对他有情意，想着日后也会结为道侣，到时候再签订也不迟。谁能想到我最后竟被他害得丢了性命？这一世我可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我。我本以为青鸾会迟疑，毕竟灵魂契约一旦生效，双方同生共死，只要灵魂不灭，契约就会永存。没想到他没有丝毫犹豫，逼出心头血和我的心头血融合在一起，结契完成。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就结契成功了。突然青鸾朝我心口处探来，你这是干什么？我龙井一惊，脸色绯红，他目露疑惑。我当然是给你止血啊。不用。那怎么行？他叼下一片浅青色的灵羽，递给我。把这片羽毛敷在伤处，很快就能止住了。看着他青蓝色的眼眸，我心神一动。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幽静。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我心中掀起了波澜。你们离这么近干什么？师姐苏云抱着一个水缸，踉踉跄跄进了门。刚刚的声音正是从水缸中传来，是景战。苏云眼中划过一丝嫉妒。小师妹，你选择了青鸾，为什么还想脚踏两只船，竟还勾引我的灵兽？水缸中，景战身上仍带着污浊，隐约透出金色的鱼鳞，一双暗淡的眼睛，痛苦万分。汉儿，你这辈子为什么不选我？明明我们彼此相爱，你真的忍心不要我吗？突然，他情绪激动起来。你怎么能和他签订灵魂契约？你之前都没和我签过。我知道了，你肯定对我有怨，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我们签订灵魂契约好不好？我会找到办法解决的，就算是主仆契约也行。你不要离开我。青鸾不屑地看着他，飞到近前，狠狠啄了一口水缸，顿时水缸四分五裂，景战掉在地上，无力地扑腾着。哪里来的鲤鱼？一进来就带着一股子异味，给这屋子都熏得难闻，还不快走！别打扰我和道侣培养感情。苏云忙将景战搂在怀中，气愤不已。师妹怎可放纵身边灵兽，肆意伤害其他灵兽，也太不把我这个师姐放在眼里。我知晓了，师妹有了青鸾，便瞧不起她了。可她有金龙血脉，以后可是金龙，到时候别来求我们。景战在他怀里扑腾，苏云轻轻说了句话，他便安静了，虽眼神仍是不甘和忧伤，却也乖乖跟着苏云回去了。院中顿时安静下来，我揉揉眉心，脑中前世今生的记忆交织在一起。重生后，我还没能放松下来，此时疲惫不已，柔软的羽翼抚上我的脸颊，让我有些安心。我没有躲避他的触碰，虽然不知青鸾有什么意图，但目前看来并无恶意。景战的态度和上一世完全不一样，也许是他又想骗我为他铺路，但我也不是那个天真的我了。我本打算解决了他以绝后患，可看他现在这样，我决定留他一命。他跟着师姐，想像上辈子那样化龙是不可能了。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两人是否还能像上辈子那样恩爱缠绵。是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入梦。梦中景战一声龙啸，海啸带着漩涡席卷而来，我被拉入无尽的深渊，可记忆中的窒息感并未出现。我在水中竟然呼吸自如，有问题。我警觉地睁开眼，鼻尖却撞入一个温暖的胸膛，有些酸涩，入眼是一片如玉石般白皙的胸膛。等等，我的床上何时多了一个男人？向上看去，男人的脸金贵俊美，气度不凡；向下看去，这男子的衣衫竟松松垮垮。他将我紧紧揽在怀中，呈保护之势，我的手臂被他禁锢住，只能用脚去推他，他却仿佛有预感般抓住了我的腿。男子眼睫微颤，睁开眼，琉璃色的眼眸摄人心魄。这才几时，怎就闹起来？看着他熟悉的眸子，我松了口气。尤坚，他嗯了声，又将我往他胸膛靠了靠。我困，再睡一回。你怎么化形了？景战虽有金龙血脉，可礼月龙门化龙难如登天。我收集天才地宝，才让他化形成功。青鸾修为究竟有多高深，才能现在
在就化形。他闭着眼，紧紧搂住我的腰肢，轻声开口：“还是人性方便，能这样抱紧你，让你离不开我。反正我们以后会成为道侣的。”感受到皮肤温热的触感，我羞恼不已。还睡什么睡？起来修炼了。他这才放松了力道，我挣脱出来，不自然的轻咳2声。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出现在人前？待我先去问师兄要一套衣裳。为何我要穿他人的衣裳？那你穿我的也行，只要你不介意。他冷哼一声，我忙起身朝外走去。听到我问他借一身衣裳，师兄瞪大双眼，有些难以置信。小师妹，难道你……他不知想到什么，羞涩挠了挠头。小师妹，我竟不知你对我有这样的心思，抱歉，师兄已经决定和灵兽结契了。我有些无语，忙打断他。师兄，我的灵兽化形了，我只有女子一身，想来问你借一套。师兄神情震惊。什么？怎么就化形了？虽说是青鸾，也没听过有这么快化形的。小师妹果然是小师妹，真厉害。此时我的肩膀突然一沉，耳后又是一痛。这鸟怎么化成原形跟来了？师兄转身取衣裳的功夫，尤金不悦开口：“怎么不一开始就说清楚？要不是我盯着你。”哼，我有些无奈，这鸟促进也太大了吧。师兄递给我衣裳时，一条小白蛇从他袖中钻出，想要缠上我的手臂。是师兄的灵兽，有些顽皮，估计是想和我玩闹。可尤金却猛地一啄，我忙带着小白蛇躲开，他吓得不轻，哭唧唧一溜烟钻回了师兄袖中。尤金，你这是干什么？那条蛇想碰你，他只是想跟我玩。尤金自知理亏，不再出声。我向师兄连连道歉，这才扯着尤金回了院子。他换好衣衫，普通的衣裳竟也衬得他仙气飘飘。我看愣了一瞬，随即我没好气道：“耽误我一早上时间，走了，去修炼了。”御兽宗有一套功法，需修士和灵兽共同修炼，可2世我都从未修炼过该套功法，只因上一世锦战从未和我一同修炼，我曾提出和他一起修行，也可加深他自身的修为，他却不满。我可是有金龙血脉，你竟然让我修习你们人类的功法！看着同门们修为一天天增长，我心焦不已，又求他和我一起去秘境，他却皱眉：“你连这些情况都搞不定，怎么配做金龙的道侣？”我只能形单影只，一个人下秘境，遇到他人问询，我只能勉强扯出微笑。锦战在宗门内修炼，他有金龙血脉，自然和别的灵兽不同。渐渐的，大家都忘了我曾经是那个惊才绝艳的小师妹。我在秘境中历经艰险，宗门内锦战则和师姐出双入对，甜甜蜜蜜。新入门的弟子都以为他们才是一对。待我带着天才地宝，满身伤痕的回到院中，锦战总是满脸嫌恶，看我的眼神像看什么不洁之物一般。我心中有些痛楚，却又告诉自己，他只是被我这副模样吓到了，才不是真的厌恶我。我对他的好，全宗门都看在眼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却没想到他根本连心都是冷的。我和尤金共同修炼功法，这套功法比单人的更加精妙，我如饥似渴，每夜都舍不得入睡。这时尤金总会强行将我抱到榻上，搂住我让我入睡。功法修炼中，我和尤金也会去各个副本历练，我才知道原来和灵兽一同进秘境竟是这样快乐的事情。看着尤金的侧颜，我不由得出神，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上辈子涅槃失败？不过这辈子有了我定会让他涅槃成凤。果然，我在院中修炼，师姐苏云推门而入，她不复往日的光彩照人，神情流露出疲态，却强打着精神，对我露出一个笑容：“师妹，近来可好？”我点点头，她便迫不及待进入正题：“师妹，听说你最近经常去秘境，手头肯定有不少天才地宝吧？你的灵兽既已化形，想必这么多宝贝都用不上了，不如先借给师姐，等锦战化龙了我就还你。你知道的，锦战将来会成金龙，到时候是整个宗门的牌面和倚靠。你也不想我们御兽宗一直是个寂寂无名的小门派吧？”我没说话，只看着他，他被我看得有些心虚，强撑着开口：“我说的难道有错？你的灵兽就算是青鸾又如何？难道真能涅槃成凤凰？和锦战就不一样了，他有金龙血脉，现下只需要一个契机。”我笑了笑：“师姐，既然他这么厉害，怎么你不带他去秘境呢？也是，当个伸手党就能讨来不少灵丹妙药，何苦再出门受罪？”苏云被我气得面色涨红：“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他想上前教训我，青鸾则朝他的眼前啄去。苏汉，你给我等着，待锦战化龙，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我乐不可支。师姐的落魄让我舒心不少，青
青鸾优雅落地，又化成了原来金贵高雅的贵公子。突然，师尊传音，要契约了灵兽的弟子，现在集合。这段日子，你们和灵兽的相处，为师都看在眼里，为师欣慰不已。最近有个新秘境开放，到时候你们就带着各自的灵兽出发，也好检验一下这段时间修炼的成果。是，师尊，上辈子也有这一遭，可我当时并未和景战结契，也未修习新的功法，只能留在宗内。这次总算能去长长见识了。我瞥见队伍前师姐的神色，竟然一扫之前的萎靡，隐隐带了些得意。他得意什么？难道景战化形了？待弟子陆陆续续离去，我也准备离开，尤金却拽住了我的衣角，神色不满。你是不是忘了答应过我的事？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你果然忘了。尤金气愤不已，眼看着他要化为原形啄我，我脑中突然灵光一现，我想起来了，上回秘境历练归来，晚上我困得要死，尤金却不依不饶。你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名分。当时我的瞌睡瞬间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实在不明白他突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难道你从没想过和我结为道侣？他周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琉璃色的眸子紧紧盯着我，仿佛我只要说一个不字，他便会立刻发作。我们早已签订灵魂契约，同生共死。难道你只想和我做普通的器贮与灵兽？我当时被他看得心慌，又实在困得厉害，便敷衍道：下次遇到师尊再说，先睡觉。我快累死了。他这才心满意足，不再追问，只是伸手将我搂入怀中，紧紧抱着我，像护着珍宝一般，低声道：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然后便搂着我睡下了。一及此，我不由得轻笑出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软声道：我想起来了，不就是结为道侣的事吗？急什么？尤金见我记起来了，脸上的愠怒才稍稍散去，却依旧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语气带着几分执拗。现在就去找师尊禀明，我要让整个宗门都知道你是我的道侣。我拗不过他，只能由着他拉着，来到师尊的书房前。师尊见我们二人一同前来，脸上露出了然的笑容，放下手中的书卷，道：汉儿、尤金，你们二人前来，可是有什么事？尤金抢先一步开口，语气恭敬，却又带着几分急切，攥着我的手紧了紧。师尊，弟子尤金与苏汉早已签订灵魂契约，心意相通，今日特来禀明师尊，想与苏汉结为道侣，还望师尊成全。我也上前一步，扶了扶身，轻声道：师尊，弟子想和尤金结为道侣，特来禀明。师尊闻言，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连连点头：好好好。早就看你们二人默契十足，情投意合，结为道侣乃是天作之合。等焚天秘境回来，为师便为你们好好操办一场盛大的道侣仪式，让整个修仙界都知道我玉寿宗的好弟子，寻得良人。多谢师尊。尤金忙拉着我行礼，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琉璃色的眸中熠熠生辉，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从师尊的书房出来，回去的路上，我的脑袋还晕晕乎乎的，仿佛还没从师尊答应的消息中回过神来。尤金则兴奋不已，紧紧拉住我的手，十指相扣，生怕我跑了似的，脚步都带着轻快。见他这般模样，像个得到了心爱糖果的孩子，我心中竟也泛起丝丝甜蜜。前世的种种苦楚，仿佛都在这一刻被这简单的幸福所取代。回到院子，夜色已然降临，我照常洗漱后便躺到床上，准备好好休息，为3日后的秘境之行养精蓄锐。可身侧的人却躁动不已，翻来覆去，根本没有半点睡意。温热的气息不断洒在我的颈间，让我浑身不自在。还睡不睡？不睡就出去。我终于忍不住侧过身，没好气地说道。尤金却凑得更近了，手臂揽住我的腰，将我紧紧抱在怀中，语气中带着些委屈，像只受了委屈的大型犬。还没结为道侣，你怎么就这么凶我？还是说你只是嘴上答应，心里根本不愿意，到手了就不珍惜了？我无奈地睁开眼，只见他睫毛微垂，长长的睫毛在眼底投下一片浅浅的阴影，琉璃色的眸子中满是受伤的神情，一副受到了巨大打击的模样。我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软声道：没有，我只是觉得3日后就要去焚天秘境了，秘境之中凶险未知，还是早点睡，养足精神比较好。那你可得补偿我。他抬眸，琉璃色的眸子在深夜的烛火中仿佛盛着万千星辰，熠熠生辉，语气带着几分狡黠。不等我反应，他便低头
轻轻将吻落在我的唇上，那吻很轻，像羽毛拂过，带着淡淡的清莲香，是它独有的气息。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唇瓣传来温热的触感，让我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脸颊也瞬间烧了起来。他见我这般模样，眼底闪过一丝笑意，却并未加深这个吻，只是轻轻啄了啄我的唇，便重新将我揽入怀中，低声道：“睡吧，我的道侣。”这一夜，我睡得格外安稳，身侧的人呼吸平稳，温热的怀抱让我充满了安全感。前世的噩梦再也没有出现。3日后，天刚蒙蒙亮，月寿宗的众弟子便齐聚在山门之外，各自带着自己的灵兽，准备前往焚天秘境。师尊亲自前来送行，再次叮嘱道：“焚天秘境之中，凶险莫测，切记不可单独行动，同门之间相互照应。若是遇到无法应对的危险，便捏碎传讯玉符，为师会立刻前去接应。”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众人齐声应道，随后便在宗门长老的带领下，日渐飞向焚天秘境的方向。一路上，众弟子都兴致勃勃，相互讨论着焚天秘境中的宝物，唯有我心中始终带着一丝不安，目光时不时看向队伍前方的苏云。他依旧是那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只是刻意将自己的身形藏在人群之后，似乎在遮掩着什么。可众人等了许久，师姐苏云却迟迟未到。太阳渐渐升高，悬在半空，众弟子都开始骚动起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师姐怎么还不来啊？焚天秘境的入口开启时间有限，再晚就赶不上了。是啊，他是不是不来了？听说他和景战的默契一直不好，连同心功法都没入门，怕是师尊不让他去了吧？可昨日他明明来参加了师尊的吩咐，还说一定会来的，怎么今天就迟迟不到？议论声此起彼伏，长老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不耐，正想让人去宗门内寻苏云，一道身影却突然从远处飞来，姗姗来迟，正是苏云。他今日竟换了一身崭新的粉色衣裙，脸上画了淡淡的妆容，一扫往日的疲态，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仿佛有什么天大的喜事。而他的身后竟跟着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景战，还是化为人形的景战。只见他身着一身浅金色的锦袍，眉眼如画，唇红齿白，生得极为俊秀，只是身形却十分瘦削，脸色也带着几分苍白。风一吹，仿佛就要摇摇欲坠，脚步也有些虚浮，走得极为缓慢，显然是刚化形不久，还未适应人形的身体，连走路都不太习惯。众弟子见此情景，瞬间炸开了锅，议论声更甚，脸上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我的天，这难道就是契约那天那条臭水沟里的鲤鱼？他竟然化形了！真的是他，没想到他真的有金龙血脉，竟然这么快就化形了，说不定之后真的能跃龙门成龙啊！师姐眼光果然厉害，竟真的守得云开见月明，看来我们之前都错怪师姐了。怪不得师姐今日这般容光焕发，原来是紧张化形了。这下师姐可要扬眉吐气了。听着众人的议论，苏云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抬着下巴，像只骄傲的孔雀，扶着景战的手臂，缓缓走到队伍中央，接受着众人的目光。我看着景战的样子，心中冷笑，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上一世他化形后的模样。那时他被我用无数天材地宝悉心滋养，化形后身姿挺拔，气宇轩昂，自在风流，颇有几分金龙的气度，与现在这副病恹恹、弱不禁风的样子简直是天差地别。这样的他还想着跃龙门化龙，怕是连龙门的台阶都爬不上，不到半空就摔下来，摔得重伤难愈吧？你怎么一直看着他？他能有我好看？一道带着酸意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我转头，只见尤金皱着眉，一脸不满地盯着我，琉璃色的眸中满是醋意，连周身的气息都冷了几分。我怎么就没见你这样看着我？你看他的眼神，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他越说越气，伸手捏住我的脸颊，轻轻扯了扯，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和执拗。我不由得失笑，伸手拍开他的手，揉了揉被捏红的脸颊，软声道：“是，我的尤金最好看，天下第一好看，我以后只看你，再也不看别人了，行了吧？”听到我的话，尤金脸上的不满才总算散去，嘴角微微上扬，傲娇地哼了一声，却还是伸手揽住我的腰，将我紧紧护在怀中，仿佛在宣示主权一般，眼神冷冷地扫过景战，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屑。而另一边，景战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不顾苏云的阻拦，挣开他的手，跌跌撞撞地朝我奔来，口中急切地喊着：“汉儿，汉儿！”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满是欣喜，那神情不似作假。苏云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青白交加，手指攥得发白，眼中满是怨毒和嫉妒，死死地盯着我。景战踉踉跄跄地跑到我面前，伸出手想扑进我的怀里，眼中满是期盼。汉儿，你是在等我吗？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可他的手还没碰到我，尤金便揽着我的腰，轻轻往一旁一带，颈战扑了个空，重重的摔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他摔得狼狈不堪，浅金色的锦袍上沾了不少泥土，脸色更加苍白，却依旧抬着头看着我，眼中满是委屈和不解，声音带着几分哽咽。恨儿，你怎么对我如此无情？我知道上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可我已经后悔了，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我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火，这景战又在搞什么把戏？上辈子他那般狠心，让整个宗门陷入危机，害得我和所有同门失去性命，这辈子却又装出这副深情款款悔不当初的样子，当真是可笑至极。苏云忙快步上前，将景恨儿，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让我留在你身边？说罢，他便眼巴巴地望着我，眼中满是期许，仿佛只要我点一点头，他便会立刻扑进我的怀里，再也不离开。周围的弟子都看呆了，纷纷窃窃私语，看向我的眼神也变得异样起来，似乎在指责我始乱终弃，对景战太过无情。我还未开口，尤金便率先冷嗤一声，声音清冷，带着几分嘲讽，响彻在众人耳边。大白天的，怎么还有人在这里做梦？你口中的汉儿，不会是指我的道侣吧？那可真不巧，他已经是我的道侣了。我们早已禀明师尊，等从秘境回去，便举行道侣仪式。他说着，揽着我的腰，低头在我的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眼神冷冷地扫过景战，带着几分挑衅。不会有人没有自己的道侣。只有几缕微弱的光线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警惕。我和尤金并肩而行，手中捏着夜光石，照亮前方的道路。尤金的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周身的气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轻声道：这秘境不对劲，太过安静了。我点点头，心中也满是疑惑。此前我去过的诸多秘境，哪怕是低阶秘境，也会有不少妖兽出没。可这焚天秘境乃是刚开启的高阶秘境，按理说应该妖兽遍地，凶险万分。可我们一路走来，却并未遇到多少妖兽，就算偶尔遇到几只，也只是些功力低微的小妖，根本不堪一击，随手就能解决。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小心点，前面怕是有危险。尤金握紧我的手，指尖微凉，语气凝重。我应了一声，手中的长剑悄然出鞘，灵力萦绕在剑身之上，散发出淡淡的寒光。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越往秘境深处走，光线便越昏暗，空气中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那股灼热的气息也越发强烈。渐渐的，我们走到了秘境的中心地带，这里更是昏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依靠夜光石的光芒，才能勉强看清周围的景象。突然，一阵阴风从前方袭来，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朝着我们众人席卷而来。那威压之中夹杂着浓郁的魔气和妖力，让人头皮发麻，浑身发冷。快躲开！我心中一惊，大喝出声，声音在寂静的秘境中格外响亮。众弟子闻言，纷纷四散躲避。修为高些的御剑飞到半空，修为低些的也连忙躲到古墓之后。尤金也揽着我的腰，飞身至一旁的一棵千年古树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前方，眼神警惕。阴风过后，树林中闪过一道红光，那红光一闪而逝，竟是一双眼睛，一双布满血丝、散发着猩红光芒的眼睛，在昏暗的秘境中显得格外诡异和恐怖。我抬手将手中的夜光石用力丢向那道红光的方向，夜光石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照亮了前方的情形。看清眼前的景象，众弟子都倒吸一口凉气，脸上满是惊恐，连呼吸都不由得停滞了。那竟是一只猛虎，可这只猛虎却并非寻常的猛虎，它的身形极为壮硕，高有10数丈，身长数10丈，宛如一座小山一般，站在那里便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它的皮毛呈黑红色，根根倒竖，仿佛被烈火灼烧过一般，双眼血红，布满了血丝，眼神中没有丝毫理智，只有疯狂和嗜血，牙齿尖利如刀，闪烁着寒芒，口角处不时留下粘稠的血液，滴落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将地面腐蚀出一个个小坑。显然这只猛虎已经失了神智，入了魔，怪不得秘境外侧都鲜少有妖兽，想来那些妖兽都被这只猛虎吞噬，成了它增进修为的养料。尤金皱着眉，目光紧紧盯着那只猛虎，喃喃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疑惑：你觉不觉得这老虎在哪里见过？他的话
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我仔细看着那只猛虎的模样，那身形，那轮廓，还有那额头上的一道浅浅的疤痕，瞬间勾起了我的记忆。我的脑中突然回想起契约灵兽那天，师姐苏云最初选定的正是一只猛虎，那只猛虎额头上便有一道这样的疤痕，正是眼前这只。只不过彼时的他身形还只是寻常猛虎大小，修为也只是中等，可现在他的体型竟较之前增长了数十倍，修为更是暴涨，连神智都失了。入了魔，一时间我竟没能认出他来。这焚天秘境本是修仙界的一处古老秘境，秘境之中本有一只上古妖兽镇守，实力强悍。可眼前这只猛虎显然并非那只镇守秘境的上古妖兽，他现在这种情形应该是吞噬了秘境本来镇守的上古妖兽，吸收了上古妖兽的修为和妖力，这才变得如此强悍，甚至入了魔。这下事情有些难办了啊！猛虎见自己的行踪被发现，又看到我们众人惊恐的模样，眼中的嗜血之意更甚，仰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那怒吼声震得周围的古木瑟瑟发抖，枝叶纷纷掉落。修为低下的弟子听到这声吼叫，只觉得耳膜刺痛，耳朵里瞬间流出了些许鲜血，脸色苍白，瘫软在地。快回宗门禀告师尊，让师尊速来支援。我朝下方的同门大喝出声，这只猛虎的实力太过强悍，又入了魔，失去了理智，我们这些弟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唯有师尊前来才有胜算。众弟子闻言纷纷点头，连滚带爬地朝着秘境入口的方向跑去，只想尽快离开这凶险之地。我也准备和尤晶掩护他们离开，随后再寻机会脱身。可就在这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宛如鬼魅一般，在这阴森的树林里格外诡异，让人不寒而栗。师妹，你以为你能走得掉吗？是苏云的声音。我和尤金转头，只见苏云从一棵古木之后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眼神中满是恨意和怨毒，一步步走向那只猛虎，站在了猛虎的身侧。而那只本失了神智、疯狂嗜血的猛虎，在看到苏云的那一刻，竟瞬间安静了下来，脑袋微微低垂，用脑袋蹭了蹭苏云的手臂，模样乖顺无比，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疯狂和嗜血？这一幕让我心中瞬间了然，所有的疑惑也都有了答案。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你要伤害同门？我冷声质问道，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苏云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过歹毒。苏云转头看向我，眼中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他放声大笑，笑声凄厉，在秘境中回道：伤害同门，苏汉，你有把我当过同门吗？从始至终，你都只把我当成你的陪衬，不是吗？明明我才是师姐，比你先入师门，比你努力，可为什么所有人都宠着你，夸你天赋聪颖，说你是御兽宗百年难遇的天才，却从没人看到我的努力，没人看到我的付出？凭什么？凭什么你能契约到青鸾这样的上古灵兽，修为一日千里？凭什么有金龙血脉的景战，也偏偏跟着你屁股后面跑，眼里只有你一个人？明明是我为了他拉下脸面，放下身段，去求遍了宗门的师弟师妹，讨取丹药灵草，可他眼里却始终只有你。不过这一切都要结束了。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恶毒无比，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句道：这里是我为你选定的地方，今日你和青鸾都要栽在这里。说罢，他拍了拍猛虎的手臂，眼神冰冷地吩咐道：拿下他们。我顿时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姐苏云设下的一个巨大的局，从锦战的化形到焚天秘境之行，全都是他的算计。当时猛虎被师姐苏云放弃后，因性子刚烈，不肯被其他弟子选定，当夜便没了踪迹。所有人都以为他离开了御兽宗，却没想到师姐私下竟和他一直有着联系。苏云知道自己在宗门内的地位尴尬，师尊不器重，同门不尊重，而我又处处压他一头，心中的不甘和嫉妒日积月累，早已扭曲。他哄着那只对他一见钟情的猛虎，在他面前哭诉自己的委屈，说自己在宗门内举步维艰，全都是因为我这个小师妹，说我总是挑唆其他人对他不满，说我抢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他还说自己当时之所以不得已选了鲤鱼，不过是看中了他的金龙血脉，想等他化龙后扬眉吐气。可就连鲤鱼也被我吸引走了，现在他的身边只有这只猛虎可以依靠。猛虎本就头脑简单，又对苏云情根深种，被他的一番话哄得团团转，当即立下誓言，要护着他一生一世，为他扫平所有的障碍。
苏云想要快速提升猛虎的修为，让他成为自己的杀手锏，最快的法子便是让他吞噬其他灵兽和妖兽。起初，猛虎只是吞噬一些低阶的灵兽，可渐渐的，他发现吞噬妖兽修为增长得更快，便开始四处猎杀妖兽，一发不可收拾。而景战的突然化形，也并非是因为苏云讨来的那些微薄资源，而是苏云让猛虎将自己的妖力渡给了景战，强行助他化形。可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仅让景战的身体极为虚弱，根基不稳，更是让猛虎的修为受损，也让他的神智开始出现了混乱。几日前，师姐苏云偶然得知师尊要将契约了灵兽的弟子送往这焚天秘境历练，便动了歪心思，寻了个法子，提前将猛虎送入秘境之中。他知道焚天秘境中有上古妖兽镇守，便想让猛虎吞噬上古妖兽，提升修为，同时也想借着猛虎的手，将我和尤金还有一众同门全部困在秘境之中，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能阻碍他，再也没有人能和他争了。猛虎进入秘境后，果然如苏云所愿，在神智混乱的情况下，疯狂猎杀秘境中的妖兽，最后更是趁着镇守秘境的上古妖兽沉睡之时，将其吞噬，吸收了上古妖兽的修为和妖力，修为瞬间进阶好几层，变得无比强悍。可也因此彻底入了魔，失去了神智，唯有对苏云的那一丝执念尚存于心，记得自己要完成苏云的嘱咐，拿下我和尤金。此时，猛虎接到苏云的命令，眼中的猩红光芒再次亮起，疯狂的嗜血之意席卷而来。他低头，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四肢蹬地，朝着我和尤金所在的古墓猛冲过来。霎时间，地动山摇，脚下的古墓都瑟瑟发抖，仿佛随时都会断裂一般。周围的古墓纷纷被撞断，木屑飞溅，场面极为恐怖。走！尤金低喝一声，化作青蓝圆形，巨大的青色羽翼展开，遮天蔽日，淋雨泛着温润的青光。他用嘴叼住我的腰，带着我飞向高空，避开了猛虎的冲击。猛虎见一击未中，愤怒的仰天长啸，声音震彻云霄，周围的树木都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倒塌。突然，他抬起头，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咬向自己的前爪，锋利的牙齿瞬间将前爪咬开一道巨大的伤口，顿时鲜血淋漓。那鲜血并非寻常的红色，而是泛着浓郁的黑气，俨然是剧毒无比。他用力一甩头，将前爪上的黑血朝着我和尤金的方向狠狠甩出，黑血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诡异的弧线，带着刺鼻的腥臭味铺天盖地而来。尤金带着我在空中灵活的躲闪，可黑血实在是太多，范围太广，他终究还是躲闪不及，被几滴黑血溅到了翅膀上。呲！黑血落在青蓝的羽翼上，瞬间发出呲啦的声响，像是烈火灼烧着皮肉一般。青色的灵羽瞬间被腐蚀，露出底下粉嫩的皮肉，散发出一股焦糊味。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尤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翅膀的扇动也变得有些迟缓，显然是受了伤，极为痛苦。尤金，你还好吗？我心中一紧，连忙问道，伸手想去触碰他的伤口，却被他躲开。他转过头，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脸颊，声音有些沙哑，却依旧带着几分安慰。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可我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小伤，那黑血剧毒无比，又带着浓郁的魔气，沾之极腐，深入骨髓，若是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猛虎见自己的攻击有效，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再次发出一声怒吼，抬起受伤的前爪，又一次狠狠咬下，甩出更多的黑血，朝着我们袭来。他已经彻底入了魔，感受不到疼痛，也不顾及自己的伤势，完全是不计后果的打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耗不过他。我眉头紧锁，快速思索着对策。这只猛虎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多的妖力和魔气，它体内的妖力和魔气一直在相互碰撞，相互撕扯。这些力量一旦到达极值，它的身体就会因承受不住爆裂开来。等到那时，整个焚天秘境或许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就算有通天本领也活不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他身体爆裂之前制服他。尤金也明白其中的厉害，他扇动着翅膀，带着我在空中盘旋，眼神紧紧盯着下方的猛虎，沉声道：可他现在刀枪不入，黑血剧毒，我们根本靠近不了。我有办法。我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的脊骨是他的命门，也是他体内妖力和魔气交汇的地方，只要我们能斩断他的脊骨，就能打散他体内的妖力和魔气，让他瞬间失去战力。可这样太危险了，你会被黑血伤到的。尤金立刻反对，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我不能让你去冒险。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再等下去，所有人都要死。我坚定地看着他。尤金，你将我放到那处的空地上，我来引他的注意力，你趁机从后方偷袭，斩断他的脊骨。不行。尤金依旧不赞同，琉璃色的眸中满是担忧。要去一起去，要遇险
一起遇险。我们签订了灵魂契约，本就是同生共死。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心中一暖，不再坚持，只是点了点头。好，那我们一起行动。尤金拗不过我，只能带着我缓缓落在秘境中心的一片空地上，身形一闪，他便化作了人形，白衣胜雪，只是嘴角却溢出了一丝鲜血，脸色也有些苍白，显然是刚才的伤势让他极为难受。他抬手擦去嘴角的鲜血，朝我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别怕，有我在。我朝他点了点头，抽出随身携带的2柄长剑，这2柄长剑都是用天外玄铁打造而成，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是上次在落霞秘境中九死一生才得来的宝贝，正好一人一把。我将其中一柄递给尤金，小心。你也是。尤金接过长剑，灵力萦绕在剑身之上，散发出淡淡的青光，与我的剑光交相辉映。猛虎见我2人从空中落下，落在空地上，眼中的嗜血之意更甚，兴奋地喘着粗气，巨大的爪子在地上狠狠刨着，发出滋滋的声响。随后他便四肢蹬地，朝着我们2人猛冲过来，大地都为之震撼，仿佛发生了地震一般。我给了尤金一个眼神，他瞬间会意，2人同时动身，从两侧朝着猛虎包抄而去，目标直指猛虎那粗壮的脊骨。猛虎见我们2人朝他冲来，发出一声怒吼，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我狠狠咬来，口中的腥臭味扑面而来，让我几欲作呕。我侧身躲开，手中的长剑狠狠刺向猛虎的眼睛，想要逼他后退。猛虎吃痛，怒吼一声，巨大的爪子朝着我拍来，我连忙后跳，躲开他的攻击，可爪子带起的劲风还是将我掀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口中溢出一丝鲜血。汉儿，尤金见我受伤，眼中闪过一丝焦急，怒吼一声，手中的长剑带着凌厉的灵力，朝着猛虎的脊骨狠狠劈去。猛虎转头，用脑袋狠狠撞向尤金，尤金被撞得连连后退，嘴角的鲜血更多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擦去嘴角的鲜血，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不再犹豫，将全身的灵力都凝聚于手中的长剑之上。长剑散发出耀眼的白光，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猛虎的脊骨刺去。尤金也立刻调整状态，再次朝着猛虎的脊骨劈去。2道剑光一白一青，在空中划过2道凌厉的弧线，同时刺向猛虎的脊骨。扑哧，剑光入肉的声响清晰的在秘境中响起。猛虎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声音中满是痛苦。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巨大的身躯瞬间僵住，随后他转身张开血盆大口，想要将我吞噬，眼中满是疯狂的恨意。可就在这时，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体内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碎裂了一般。他再次发出一声长啸，这声长啸带着无尽的痛苦和不甘，随后便轰然倒地，巨大的身躯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激起一片尘土，再也没有了动静。他体内的妖力和魔气因脊骨被斩断，瞬间四散开来，消散在空气中。那泛着黑气的鲜血也渐渐凝固，失去了毒性。我和尤金都狼狈不已，身上布满了伤口，衣衫被鲜血和尘土染得脏乱不堪，连站着都有些摇摇欲坠。可我们看着彼此，看着倒在地上的猛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带着痛苦的求救声突然从地面的一道开裂的地缝中传了出来，那声音熟悉又令人厌恶。汉儿，快救我！汉儿，是锦战。我和尤金低头看向那道地缝，只见锦战掉在里面，身体被卡在石缝之中，动弹不得，身上布满了伤痕，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显然是在猛虎冲过来的时候被波及摔入了地缝之中，又被石缝卡住，此时已是奄奄一息。他看到我，眼中瞬间亮起一丝光芒，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音带着几分哀求，又带着几分蛊惑。汉儿，你身上还有灵丹妙药，对不对？你现在救了我，等我跃龙门成为金龙，我就和你结为道侣，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会护着你，护着整个御兽宗，让御兽宗成为修仙界第一大宗门。我已经化形了，只要你救我出去，给我足够的天材地宝，我很快就能跃龙门，成为真正的金龙。快救救我，汉儿，我求求你了。看着他这般凄惨又狼狈的样子，听着他这番恬不知耻的话，我不由得嗤笑出声，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上辈子的惨痛记忆，那些委屈，那些痛苦，那些不甘，仿佛都随着这声嗤笑彻底远去。我知道，我彻底走出来了，彻底放下了上辈子的执念和仇恨。尤金站在我身侧，不屑地出声，语气冰冷：到底要我说几遍？这辈子他的道侣是我。锦战，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就算救一只阿猫阿狗，也不会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有你什么事？我心念一动，正想追问尤金话中的意思，他刚才的话似乎意有所指，仿佛知道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一声凄厉的尖叫突然从地缝中传了出来，原来是苏云。他不知何时走到了地缝边，看着卡在里面的景战，眼中满是疯狂和怨毒。此时他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拔出佩刀，都是废物，都是没用的东西，还得我自己来。说罢，他就朝我刺来。眼前一晃，我又被尤金带着飞了起来，只剩下地上的苏云无能狂怒，赶紧离开！我觉得那老虎有点不对劲。待我们到了秘境出口，突然中心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那只老虎还是炸了。尤金开口，回到宗门，正遇上师尊匆忙外出，我忙拦住他。师尊，不用去了。他检查了一遍，发现我只是受了点皮肉伤，这才放下心。没事就好，赶紧回去休息。我踌躇片刻，还是把师姐的事讲了出来。师尊沉默半晌，终是没有再开口。躺在床上，我闭着眼，感受着身边人逐渐平稳的呼吸，冷不丁开口发问：你上辈子为什么涅槃失败？身侧人的呼吸突然停了一瞬，半晌，等我快要睡着时，他闷闷开口：我总以为修行是一个人的事，节气仪式时，我看着你们选择灵兽，还觉得有些可笑，自由自在多好，为何要跟人结气？可有个人善心大发，竟选了臭水沟里的鲤鱼结气，我觉得好傻。可后来我却总看到他为了那条鲤鱼到处奔走，出入各个试炼，不知何时，我的心中竟充满了妒忌，对那条鲤鱼的妒忌。凭什么他能得到他毫无保留的爱？我明明比他优秀太多，若是站在他身侧的人是我不由开始后悔。景战从地上浮起来，转头看向我，语气不善，带着几分质问：师妹，景战是我的人，你既然已经有了青鸾，为何还要招惹他？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谁知景战一听这话，瞬间急了，一把甩开苏云的手，厉声喝道：谁是你的人？苏云，你别自作多情，我景战这辈子只想做汉儿的道侣，旁人我一概不放在眼里。他说着又看向我，眼中满是哀求，声音带着几分卑微：汉儿，我后悔了，是我错了，我后知后觉才意识到你对我的好，为什么离开你后我才幡然醒悟。我知道我上辈子伤透了你的心，可这辈子什么都还没发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会好好对你，宠你，护你，再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我会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再也不看别人一眼。总惦记着别人的道侣吧，做人还是要点脸的好。说完，他便带着我脚下生风，潇洒的转身，率先朝着焚天秘境的入口飞去，只留景战失魂落魄的跪倒在地，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而苏云则捏紧了拳头，眼中的暗芒几乎要溢出来，显然是恨极了我和尤金。焚天秘境的入口是一道散发着炽热红光的光幕，光幕之后便是秘境的世界。众弟子陆续穿过光幕，进入秘境之中，我和尤金也紧随其后。刚踏入秘境，一股灼热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与外界的清凉截然不同。秘境之中树木丛生，古木参天，枝叶交错，遮天蔽日，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日，却像夜晚一般昏暗。诸为何不争取和他结气？涅槃时那熊熊烈火对我而言并不痛苦，可我却在灼烧中更痛彻心扉地感受到了悔恨的苦楚。我想要是能再来一次就好了，我一定会牢牢抓住他，不让他眼中再有别人。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原来我重来的机会，竟是他用涅槃的天机换来的。幸好一切都拨乱反正，这一世我和他都会获得幸福。细密的吻落在我的眼角，替我稳去眼泪。我听见尤金低低的叹气声。怎么哭了？这样我会心疼的。云儿，我终于摆脱了那个女人，这下再也没有人能阻碍我们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守护你。尤金被众师兄师弟推着到了我的面前，只见他身着一袭大红喜服，衬得他皮肤更加白皙。他望向我时，琉璃色的眸中宛若有万千星辰。师尊笑得合不拢嘴。尤金，你可愿和苏汉结为道侣，不离不弃，相守此生？弟子愿意。他迫不及待开口。尤金愿与苏汉结为道侣，不离不弃，相守此生。若为此事，则修为尽废，永世不得超生。周围的弟子都惊呼出声，这个誓言的分量太重，抹杀了自己一切退路。他深情款款地看着我，眼中尽是爱意。苏汉愿与尤金结为道侣，不离不弃，相守此生。若为此事，则修为尽废，永世不得超生。我和他相视一笑，这一刻，我和他都等了太久太久。突然，尤金的身上冒出小团火焰，我有些慌乱。这是怎么了？尤金安抚地朝我笑笑，温声开口：别怕，只是我要涅槃了。
怎会在此时涅槃？只见他化作青鸾原形，飞向半空，火焰快速将他的身体包围，星星之火霎时成了燎原之势，大火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扰了他的涅槃。我担心地看着那团火焰，心中暗自祈祷，尤金一定要成功涅槃。火势越来越旺，青鸾的身影逐渐消失在火焰中，却又逐渐凝聚成凤凰的样子。只听一声长啸，那团火焰动了，幻化成一只羽翼，都带着火焰，金光闪闪的火凤凰。尤金涅槃成功了，他绕着宗门飞了2圈，这才落地，化作人形拥住了我。这一世我会一直陪着你，再不分离。众人欢呼祝福，我也湿了眼眶，紧紧拥住他。我们再也不分开了。